下一个问题是，双方最不喜欢对方的一个小癖好。小癖好，你先说。你看短剧算吗？他看短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其实他没有什么是我真正的好像忍受不了的一些东西，他就是，但是还是会有不爽他的一些地方了。看的话，我这样说的话，我又想到了，可能有些我玩游戏有时候会。因为西西他有时候玩游戏的话，他会随时随地的玩。他玩的游戏是那种随时随，他每次跟我说，他说我玩的都是一些随时都可以退出的哈，但是他也会利用这些碎片的时间在那玩游戏。有时候走路也在玩啊，过马路也在玩呢。有时候我会不开心啊，因为我们也是吵过架了，也是私底下吵过好几次架，就因为这些小的一些事情吵过架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说我的，就是这是发生在真的最近几个月，他现在目前经常他会我们要睡觉的时候，确定要睡觉了，好，他就开始弄东弄西，弄东弄西的，就会延长我的一个睡觉的一个时间。我们说我们要睡觉了，我们要睡觉，好，他就开始一些好，还有就是我们要起床了，我说要起床了，他就过来把我抱着。就感觉我说要起床了，过来把我抱着，就会出现一个我们上一次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说要起床了，他过来把我抱着，我也睡着了，哇，我们又多睡了半个多小时，就睡过头了，就这样。有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很烦，说了要睡觉，而且还是怎么这么多控诉了？我比如说我洗了脸了，或者我洗了澡，因为你们知道发生了关系过后，你知道是吧？要去清洗的。我说我已经洗干净了，我说你们说不能在那个，你为什么不在那个之前什么的，每次都要在已经洗漱好了，或者说还有一次因为我生气了，我说我洗了脸的，我说你不要弄在我的脸上，然后他就非要，这个一定要说吗？就给我弄生气了。最后，但是他很诚挚道歉，我就原谅他了。我给他行大礼啊，我在床上跪着，我给他行大礼一样的道歉，他就被我逗笑了。因为我是觉得我当时是有些恶趣味啊，我也承认我自己的一个错误了，当时有些上头了。他本来都已经很明确的说了，他说不要，但是我还是这样去做了。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不顾自己的一个感受吧，因为我的一些小冲动哈，我就跟他诚挚的道歉。他说的我要回应一下，他说的为什么每次感觉洗完澡了过后，我就感觉想抱着他啃啊，抱着他亲什么的。我想说，因为你洗完澡了过后，你会擦香，就会很香，而且你洗完澡了过后，他会就是真的感觉会给我那种很有欲望、很上头的那种感觉。不是，是因为别人洗好了，有些时候你说的刚刚那些都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他要发生那些关系啊，那我就要重新去洗一遍。我这个人又比较懒，我觉得我去洗澡，我觉得已经洗澡嘛，我觉得都好累啊，洗个澡舒舒服服准备躺下了，好，等一会儿还要去洗一遍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能够理解到我这一个点，好吧，有的扣1加1。好了，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，传下去。西西因为偷懒不想洗澡，变得性冷淡。哇，这个帽子给我扣了！你承不承认嘛？为什么？你不能，因为好几次这种事情然后拒绝我。你不能在洗澡之前吗？我就可以一起啊。那为什么我要洗2次？你洗得香香的，那个时候感觉就是香香软软的老婆啊，就是那种感觉啊。那个时候就真的会想法很有，而且那个时候洗完澡了过后嘛，就感觉我就很想要去闻它，闻着感觉就想亲着，发现皮肤好水润啊，可能才洗完澡哈，就是这样的嘛，就很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OK， 这个不是我感觉好像很刻意的去这样做的，好吗？好了，下一个，越说越离谱了。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是小度 Peter 的提问。他说，出柜后父母是什么态度？接纳了平翘舌部分，接纳了你们身份吗？如果接纳了，有什么好的技巧吗？后面打算向其他亲戚，比如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出柜吗？先讲讲吧。出柜后父母的态度的话，我爸爸开始是不怎么能接受的。我妈妈的话，她用了2、3天的时间，慢慢的，她开始也不是特别能理解。但是我在跟她说的时候，她其实还是很理解的。这个是我一个自己的一个事情嘛。我的人生的话，她觉得我过得开心，健康就可以了。其实其他就没有什么了。但是她可能还是会有些想不通。她跟我说，她有2天都没有睡好。但也是我妈跟我说的。我爸说我是个怪物，
最开始他也不是很理解，但我觉得现在的我和水哥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的情况下，我觉已得他慢慢经住了有1年的时间了。他们其实观察了有这么久了哈，虽然没有很深入的去交流，但是因为平时的生活工作啊对是大部分时候在一起的。所以说的话，我爸他们也接受起来了。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接受程度的话，肯定是我妈大于我爸，但是我爸的接受程度相比于以前会有很大的改善。后面他说会向爷爷奶奶那些出柜嘛，我这边的话我是没有，因为我会照顾到，首先是我爸妈他们愿不愿意和他的爸妈说，这个是对，我觉得这个是，我觉得已经我要对隔辈了。我要对我爸妈说的话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儿子，对，我觉得是我该跟他们说，但是我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是，我觉得是我爸妈，如果说他们有这么一个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去说，或者他们自己去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。如果说我越界的去说的话，万一造成了什么不可想象的后果，那我可担不了。我觉得还是他们的爸妈哈，他们自己会了解一些，要不要去说，在哪种情况下说。我觉得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我就没有越界去做这么一个事情。你这样说完过后呢，也会有一些反思，感觉好像我都做的都是些越界的事情，我都是真的，因为我跟我爸妈，我是都说了，我爸妈也说了，我的婆婆哈，我婆婆在世的时候她也知道。她也知道，而且我为什么说是我越界，是因为我在把西西带回去见我爸妈之前的话，其实西西更早的见过我婆婆。她按照那个顺序来的话，她最先见我婆婆，我婆婆都那个时候都知道她的就叫什么名字啊，都知道。再次见的妹妹、妹夫、外公、外婆、小姨他们，先见的小姨啊。我爸妈其实好像反而会在他们更后面。我爸妈呢，他是因为是这样的，我是先出柜的，是在跟西西谈对象之前我就先出柜了，在跟西西确定关系了其实我是很快的就跟我爸妈说了，但是我出柜是很顺利的。我出柜很顺利，但是其实跟他们介绍讲，我真的好像谈了一个男朋友了过后，他们在这件事情的一个接受程度上反而没有那么高，他们觉得，你就是我哈。我不谈，当时因为我跟他们说的，我不想要去谈对象，跟女生交往哈，他们就觉得哦，你不想要结婚，你喜欢男生啊，那就行嘛，你感觉好像还少了很多的事情哈，就感觉可以接受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，就这样吧。他们是觉得改变不了什么了，但是真的当我说要谈了一个男生作为对象呢，他们的真的感觉，他们去说服自己的话，其实要比自己的爸妈还要晚一点，还要更久一些。这个时候，其实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去跟他们沟通的。我不是没有去跟他们沟通，我跟他们说过很多次我的一些想法，还包括现实的一些东西，就跟他们去讲道理啊，或者是去怎么样的，其实付出很多的一个心思，很多的一个心血。其实不是因为这个的话，我都很少去跟他们沟通的，就因为长大了过后哈，就不会去，没有这么多话要去跟父母说啊。但是因为这个事情，我真的感觉，不管是在手机上跟他们讲，还有在家里跟他们讲，都讲过好多次了，最后才促成了哈。因为他也是问了是否接纳了我们的身份嘛。其实到现在呢，我觉得是接纳了，经过了很多不懈的努力哈，是接纳了。我觉得水哥爸妈是一步的，我的可能通关的速度，虽然说我比他迟哈，但是我的通关速度会比他快，但他的好像感觉像是我的是简易程度，他的好像就是那种困难程度的。对，反正从到家里住哈，花了可能快1年的时间吧。上次过年的时候，我到他家去过年，我爸妈都没有说什么，我到他家去过年，他爸开始都没有那么的愿意的。其实我说实话。后面就是在那儿住了，他们可能觉得我真的相处下来哈，还是觉得我这个性格还是挺好的，还是好相处的。他们就慢慢的，我觉得我明显的可以感觉到，就他们对我的态度的话，都有改善的。对，特别是在我们大年30当时会吵过一架了过后，其实我不觉得吵架是一个很坏的事情。吵架了过后哈，他有时候吵架肯定意味着会发生冲突，会发生一些意识上面或者是观念上面的一些碰撞嘛。但是有时候吵完架过后，交心的一些交流沟通下来，你会反而感觉得到关系会更进一步啊，这个是好的事情啊。在我们吵完架过后，我妈当时还跟西西在房间里面在那儿，我当时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
但是还聊了一阵，我感觉好像也还好啊。当时因为他把他的妈妈气得有点厉害，他妈妈一直在哭，我相当于是作为一个调节的，就是那样一个人去，跟那个阿姨就在那儿推心置腹的有聊一些东西嘛。后面我觉得阿姨其实很好交流的，她只是觉得可能她觉得跟你的沟通比较少。然后交流起来比较困难，就这么的。我就跟阿姨说，我说没事，我说你以后有什么和他不能交流，你也可以和我说。对，我就这样。好像我看到还有他说，你看一下，好像说在有什么好用的技巧吗？在让父母接纳。对，就是这个字感觉好多朋友都可能想要去问、想要去了解的，没有这方面经验的，肯定都是会恐惧。就像我在没有出柜之前，我也会恐惧。在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 gay 过后哈，我就会想到，那我要怎么去跟我父母讲？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，我讲的拖，我就是一个拖字，因为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必要这么紧急。当时其实我都没有说服我自己的内心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跟我爸妈去讲这个事情，我也觉得有点难以启齿哈。但是后面随着工作毕业了，会面临着他们会催我什么还没有谈对象啊什么的这一些问题，感觉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我觉得就直接说吧。就我当时我说的时候，我没有考虑那么多，没有很精心的去准备它。但是我去跟他们说的时候，那天晚上。反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吧，我觉得我的嘴也不是很会说，我也是那种嘴说话比较直接、嘴比较笨的。我觉得主要是你要真诚的去跟父母沟通你自己的一个想法。当时我就表达出来了，我很早就意识到我喜欢的是男生哈，我没有办法，这不是我能够改变的。我想要去跟他们讲的是，这可能真的说出来很难让你们接受，但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那种自己还要说服自己、开导自己的一个过程。我是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，这不是我想要去选择的。如果我想要去选择，我可能我不是选这样的选择吧？我觉得这样其实挺难的。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。我觉得的话，技巧的话。首先，你要很真诚的跟你的父母去说这个事情，不要就说感觉是像是开玩笑去试探他，你就真的很真诚的跟他去说这样一个事情，确实是这么一个事儿哈，你们也不用感觉到特别的无法理解，因为现在的话是你可以去搜索一下，去了解一下，因为可能你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个群体，你也可以跟他们讲一讲。就是有很多名人或什么的也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他们上次我跟阿姨在交流一下，她都知道张国荣的，她都说了哦，张国荣也是怎么样的，对，她也知道的。其实他们是知道的，他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，就是信息那么的闭塞。他们其实会看电视。他外公他都说哦，你们会结婚吗或什么的。当时他的外公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都觉得很诧异。他说啊，你这个都知道啊？不是我外公他当时就是我外公知道了我是 gay 过后哈，就是同性恋了过后哈，我外公他是说的，他说同性恋在国外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可以结婚的。我当时很惊讶，我说外公天哪，你看的报纸没白看，你的消息他70多了，对，他确实多看新闻哈，他能够知道，虽然我们是不可以，但是他知道有一些地方是允许的，是可以接受的。他的开化的那种程度的话，就还挺让我惊讶的吧。我想说，我觉得还有一个点，你要让他们不要你只是说而已，你要让他们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是真的可以过得很好的，而且不会像男女谈对象一样是一样的。是这样的，比如说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可能会跟水哥今天还在说的，比如说我们去搬什么重的东西一样，可能女生和男生那样组合，可能就会男生这边会多照顾一点女生，但是如果说两个男生的话，可能两个男生的力气都很大嘛，就不用说谁要更加去照顾一下谁，互相生活中会互相照顾，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，两个人都比较有力气的话，就不用可能会有这些问题。反正我总结一句话，让他们看到你们两个过得很好，就两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两个男生在一起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对，做的比说的要多一些，就不用给他画一些饼。可能父母不想看到，可能说的你那些东西都感觉很玄乎，不是我看到的东西。我觉得你让他看到，
他们自己就有判断，就是说，对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哈。你也会打消他的一些疑虑。他在面对一些未知的、不了解的一个情况，他肯定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是会有一些怀疑啊，会担心啊。而且你的父母怎么可能会不担心你嘛？谁的父母都会。其实你的爸妈看到你每天和你爱的人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就乐乐呵呵的，两个人也过得很好，那其实他会放心啊，对，他也不会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可能会因为什么缺少了沟通啊，或者是没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当面的一些，他们才可能会导致胡思乱想，这个是肯定会有的。所以说我目前想到的话，我觉得就这2点让他们更加接受的话，我觉得这2点还是挺重要的。对，那我们这一期的50问就是这几个问题。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话，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，也可以私信我们。到时候的话，我们看到大家还有更多想问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继续第4期的50问，好不好？而且除了50问的一个系列。因为我们也不光是2个人在一起的一些问题，还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问题。大家如果想我们一起去讨论、一起去聊的一些话题的话，比如说我今天刚刚其实提到的，我就在跟他讨论一个问题：2个男生在一起哈，相比于男生和女生在一起，他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嘛，会有哪些好处，有一些优势的一些地方。我在跟他讨论这个2个男生相比于男生和女生在一起会有一些哪些优势的一些地方好处，在讨论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这样喽，拜拜。拜拜。